看完我的这么多期节目，估计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到底怎么样移民加拿大呢？现在知道了这么多项目，到底选哪个项目呢？到底哪个才适合我呢？今天这一期给加拿大各大移民项目评级，让大家心中有数，哪些项目相对容易，哪些项目不要去碰。当然这种事情并没有绝对客观可言，就是我的一家之言。欢迎大家评论留言，说出你们的想法。在我这里，评级的标准就是简单好移民。当然这里的简单不一定是对每一个人都简单，这点说到具体的项目我们就清晰了。首先是 S 级的项目，这里唯一一个项目就是配偶团聚类移民项目。这个项目对被担保人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对担保人也要求甚少，有一个 PR 身份或者公民的配偶或者同居1年的伴侣就可以，同性异性都行。当然这个要求是简单，怎么样找到这种身份的伴侣就看个人境遇了，所以简单又不简单，就是这个意思。A+ 级，配偶团聚是自成一级的，没有其他项目能与之相比，因为之后的项目就全靠个人自身实力了。下一个项目是 BC 省的硕博类项目，这是加拿大目前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毕业就可以申请移民的项目，无需找到工作，甚至连语言的要求都没有。当然能硕士博士毕业本身是需要英语能过关，而且满足要求的学校项目是在一个特定的列表里，特定院校特定专业才可以。博士类则更加宽松， BC 省任何公立高校都可以。最新的政策是连毕业都不用，拿到博士攻读资格就行。这个项目也是简单又不简单，移民要求是简单，但是入学要求可不是人人都能达到。不说博士类，就算是硕士录取，也要看大学成绩和语言成绩，学校专业也就那么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容易移民，所以录取也是挤破头。相信能被录取，就读毕业应该问题不大。还有一点，那就是总有人把政策风险考虑在其中，说现在去读书，等毕业的时候会不会改政策？这种事只能老实说不知道，因为政策的事很难预估，就算不是完全取消，只是修改一些细则，也可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而来加拿大留学移民，我并不是说大家完全不用考虑政策风险，而是这个政策风险是总要承担的，自己能做的就是要多准备备选方案，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在我的评级里，并不考虑政策要素这种尚未发生的事，都是就当下的政策来评估。再来看 A 级，这里面的项目也几乎可以不需要工作，但是比起 BC 省的硕博类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因为要求还多一些，所以评为 A 级别。具体来看项目，安省硕博类和 BC 省的硕博类差别主要在于毕业之后要打分，哪怕是博士类也要打分。虽然目前的分数线是维持在一个不高的水平，但毕竟多一个打分系统就多一个变数。目前这个打分系统倾向于多伦多地区以外的学校，好在硕博类的打分系统里对工作的赋分权重很低，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没有工作要求。比起 BC 省硕博类能选择联邦11项目通道加速审理，安省这个硕博类则只能选择走非联邦11项目通道，相对来说处理时间会长一些。最后，安省硕博类好于 BC 省硕博类的点在于，院校和专业没有限定式，专科甚至是文科都有机会拿到省提名，面向的人群更广了。当然录取问题还是一样的，就不展开了。下一个 A 级项目是 NB 省的11学生类项目，这其实是个非常冷门的项目，很少有人提起。这个项目好的地方在于1年的任何项目都行，不需要必须是硕博类，而且居然也不要求工作。NB 省本省院校毕业生即可申请，当然因为是11类，这就要能入职11，相当于提高了门槛。相对于 BC 省硕博类可以选择走或者不走联邦11项目，安省硕博类不能走联邦11项目， NB 省这个毕业生项目则必须要求走联邦11项目。而且这个项目特殊，甚至有点奇葩的点在于，只能在毕业半年之内申请，超过半年就不能走这个项目了。也就是想凭借加拿大本地1年工作经验来入职是不太现实的，要通过联邦技术移民 FSW 入职，就对之前的工作经历有要求了。所以这个项目也只适合特定的人群，应届生没经验的话很难走。当然也并不绝对，我在这期视频里有详细讲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当然一提到 NB 省项目，就会有人说 NB 省喜欢改政策，一些项目说停就停。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政策风险我之前已经提过了，不在我这次评级的考虑因素里。就眼下的纸面政策而言，这个项目不需要找工作就能移民，就值得考虑。而且 NB 省的学校学费一般都不高，这也是一个亮点。下一个 A 级项目是安省11法语类，这个项目和需要加拿大本地学历的项目不一样，需要的是法语。优点在于无需加拿大学历和工作以及工作经验，需要的就是法语和英语，当然还有联邦意义项目能入池，也就是至少要有符合要求的1年工作经验。目前这个项目还是开放给所有职业，没有限定职业，而要求的意义分数有很低，300多分即可，所以可谓是学好法语就能移民加拿大的典范项目。这个项目要求的是法语7段和英语6段，说实话也并不算非常难，只要学好法语和英语，就能在海外直接移民加拿大，无需来留学工作，吸引力还是很大的。魁北克新政 PEQ 毕业生类，确实我都没有想到我会把 PEQ 放在 A 级项目里，要是在之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应该是最低的 D 级项目。然而魁北克今年刚改革了移民项目，把饱受诟病的魁北克本地经验类，也就是 PEQ 学生类的工作经验要求拿掉了。这个改变十分巨大，因为又回到了读书毕业学好法语就能移民的时代。然而这里新多出来的要求还是非常致命，那就是只接受法语项目毕业的申请人，也就是读英语项目毕业就没有资格走这个项目了。魁北克移民局现在是给了1年的缓冲期，这项新政会从2024年11月23日开始实施，所以如果是还没来的朋友，肯定是赶不上这个1年时间缓冲，只能接受新政。而能读法语项目，显然要提前就学好了法语。在这个1年的缓冲期内，如果是用英语就读项目的，毕业之后申请也还是需要法语成绩。这里听力和口语要求7段，阅读和写作要求5段水平。而如果是法语项目毕业的，则无需法语成绩。这比起刚才安省的法语项目要求是低一些，当然还是要来用法语读书。安省的项目是不需要来加拿大读书就可以满足的。猜测未来职业培训学校又会火爆一波，因为这种学校门槛低，录取简单。现在要求法语授课，他们就会先开设法语语言课程，等学好了再进专业课。当然法语不用来加拿大也可以学，如果能在境外学好，再走安省或者联邦的法语项目直接海外移民，应该是优先考虑的。联邦意义项目优先类别，这是2023年联邦新开发的玩法，里面的优先类别有很多，不过有些职业实在是太冷门，比如农业食品、交通运输类、特定的技工类，只有10个职业，所以适用的人群很少。国内符合这类型职业的多半也不太会英语，走不了意义。剩下的几个优先类别里，医护类算是比较好的，意义分数要求不高。STEM 类别的话，2023年就捞了一次，分数线还是非常高的486分。法语类别则出现过300多分的低分，但是最近一次居然也到了472分。所以这个项目虽然也是意义，不一定要来加拿大留学找工作，海外就可以直接移民，但是满足要求的难度有高有低，还是看个人情况而言。来年2024年这种玩法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希望到时候会有低分捞人的情况。从 B 级项目开始就是需要工作才能移民的项目了。对比 S 级和 A 级的项目，这一级的项目门槛低很多，适合更多人，同时移民难度也并不是很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项目。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曼省本地工作类移民项目了，门槛极低，非常适合夫妻双打，并且对年龄要求也很宽松。这个项目最优惠的地方就是任何工作都可以满足条件，只要是长期职位，工作满6个月就行。语言要求也不高，0至3类的工作无需提交语言成绩，4或5类的也只需要雅思4分。不过这个项目是要进行打分捞人的，考了语言才能加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项目对省外的学习工作经历会有扣分项，最高能扣200分。最近这个项目的分数有所飙升，从原来的600多分出头一下涨到了800分水平。对比2022年年末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可能是因为年末省提名名额都用完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究竟是不是会和2022年的情况一致，进入新的1年之后分数线还会继续回落到低分水平，有待观察。现在去曼省的话也要预估好自己的打分情况，不能盲目的去了之后发现分数不够怎么办，就麻烦了。
另外，曼省的情况就是产业不多，技术工作、白领工作都不多。来这边除了要忍受酷寒之外，还可能要接受做基础岗位甚至体力工的心理准备，并且要做到 PR 身份下来，而不是忍到拿到提名就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曼省的学校特别少，特别是 college， 在温尼伯基本上就是2所，红河和 MITT。这其中 MITT 还有点神奇，申请的时候就要求有学签，只接受转学的意思吗？而剩下的红河学院就是常年爆满，经常要提前1年申请。剩下的学校就是一些大学，温尼伯大学、曼省大学和附近小镇 Brandon 大学等等。比起人口更多的省份，比如安省、BC 省都少很多学校。哪怕是同为草原省的阿省也有更多的学校。虽然这个项目缺点很明显，但是优点依旧十分突出，早就成为了很多大龄人士移民加拿大的不二选择。新舍省本地工作类这个项目的难度其实和曼省的本地工作类不分伯仲，不过知名度远不及曼省的项目，要求的条件还是本地找到雇主。这里也是任何级别的工作都行，不过这里要求的是固定职位 permanent job offer。这里的 permanent 不要理解为永久职位，觉得雇主要一辈子雇佣你，所以很难找到。这里的 permanent 其实是对职位的描述，意思是这个职位并不是临时，比如季节性的农活，或者是有明确结束日期的，比如项目制的工作，而是一个常设的固定职位，所以不要用中文的翻译去理解，很容易造成误会。新舍省这个项目对工作经验的要求有些不同，要求的是1年相关工作经验，只有4或5类的工作才要求在当前的雇主工作了6个月，0至3类的工作则可以是5年内的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可以做到一找到工作就直接申请，这算是比曼省好的地方。当然说到找工作，新舍省应该还不如曼省的情况，毕竟人口更少，经济更加不发达，最大的城市 Halifax 也不如温尼伯大。学校选择方面比起曼省也更加少， college 甚至只有1所，那就是新舍省 College NSCC， 其余的都是大学。不过新舍省不打分，对省外的毕业生在本地工作类没有歧视政策，但不让省外毕业生走本地的EE类项目也需要注意。不能走EE类，就 PR 处理时间上会慢一些，但是能拿到 PR 也不差这点时间了。如果曼省的分数下不去，一直保持在800分高分段的话，那曼省的本地工作类项目就要降级了。因为想要高分，工作经验要求不可能是只有半年，这等于是变相的提高了工作经验要求到1年甚至更多。当然有些人群可能怎么都不够分了，这种情况下 B 级项目首选的就是新舍省这个本地工作类了。原因很简单，不打分就是好。BC 省工作类优先职业 BC 省的优先职业有好几种，包括 Tech 类、医护类、早教类和新加的建筑类，但是能评级到 B 级的只有医护类和早教类，还是因为捞人分数。医护类和早教类常年都是60分就可以，有个工作打分基本都够，而另外2种建筑类目前是75分，略微高一些，而 Tech 类则基本要在90分左右，不是非常容易。BC 省工作类项目要求工作，要求打分，打分项目里还包括公制的评分，不是这2种低分的职业就非常的难。阿省EE类优先职业和 BC 省类似，阿省也搞了一个优先职业类，这里包括 IT 类别、农业建筑类别，还有旅游服务业类别。最核心的还是在本地有一份符合要求的工作，而 EE 项目还要能入职 EE。当然这种有了工作1年基本上入职是没问题的。这里 EE 的分数线要求并不高，有的时候400多分多一些，有的时候只要300多分，满足这个分数线问题不大。而且考虑到阿省经济人口规模还算可以，特别是旅游业很火爆，有着举世闻名的国家公园班夫和 Jasper， 这个项目评到 B 级是可以的。曼省毕业生类，这个和曼省的本地工作类区别在于，这个项目给当地毕业生，如果找到了紧缺类的对口工作，就无需那6个月的工作经验，只要找到了就可以申请。当然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在曼省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项目也不打分，放在 B 级就是因为也要找工作，还要对口，而且是在曼省找。安省EE技工类，这也是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项目，因为又在安省又要通过 EE， 第一感觉会让人觉得很困难。但是仔细研读项目要求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困难，核心还是在找工作。
这里的工作要求是安省的技工类工作，所谓技工就是俗称的蓝领工作。符合要求的技工工作有很多，在官网有列出，只要在安省工作1年，考一个5分的雅思，就可以入职EE等捞人了。目前的捞人分数极低，几乎可以算是没有分数要求，200多300分都可以。这个项目最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开需要强制持牌的职业，比如电工、水管工这类，因为毕业后考牌照的过程会非常漫长，可能长达5年。强制持牌的职业如果没有牌照是无法满足申请要求的。除此之外，就是要真的能做技工，找得到技工工作了。B- 级，这里的项目也基本上都是要求工作的，但是因为地理位置不那么好，或者加上了其他的要求，就算比 B 级差一点点吧。海洋省本地工作类除新舍省之外，海洋省的要求基本上都很类似，要求本地有一个工作。之所以把新舍省列到了高一点的 B 级，就是因为这里面其他的3个省人口更少，经济更差。每个省的详细情况我就不再展开了，有兴趣的可以点击我海洋省的视频观看。AIP 大西洋省移民项目也是海洋省的项目，可以一步到位，直接在海外拿到 PR 的项目，只是需要一个海洋省的符合条件的雇主，因为在海洋省找到这样的雇主并不容易，所以也是放在 B- 级。安省本地雇主类留学生子项目，这个项目有3个子项目，这里面留学生子项目是最容易分数够的，并且达到其他的项目要求。因为相对于外籍工人类项目，打分项目更多，所以够分的概率更大，而且对工资水平要求只是低级别就行。这个项目评级不高的原因就在于，除了对个人自身条件有要求需要打分之外，还对雇主有要求。在安省找到工作应该不难，但是要求雇主满足条件，并且愿意配合填表，可就不是完全自己说了算。大家会发现，前面很多项目都基本上是靠自己客观条件就能满足，但是这里对雇主有了要求，并且要求雇主愿意配合，所以命运并不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千万别误会，其他项目对雇主是完全没有要求的。这里只是说安省这个项目对雇主有着更严格的要求，比如年营业额和本地雇员人数，并且雇主需要帮忙填表、披露公司的信息等等。安省 EE-TEC 类，也就是那个人力资源优先类，这个项目其实是很美好的，也是可以在海外直接移民加拿大的项目，但是其主要的问题就是限定职业和分数要求太高，当然还有必须本科学历这个要求。这里的职业目前是2大类， IT 和医护类，其中 IT 类分数要求一直不低，EE 分数要在470分左右。医护类分数之前也挺高，9月份有一次300多分，不过能满足这种职业的人还是不多的。阿省农村项目 RRS， 这也是个比较冷门的项目，相对于下面要提的 IOS 毕业生项目，可以不需要找到所学领域对口的工作，如果在当地社区就读的院校，还可以无需工作经验要求，看起来是很美好的，只需要工作又不需要工作经验。但是比曼省本地工作类的评级还低的原因就在于参与的社区都要求是10万人以下，找工作难度就大大提升了，并且最后还需要当地社区政府背书推荐，所以也就是和除了新舍省之外的海洋省一样评级了。来到了 C 级，又要工作又要其他条件了，不是很优质的项目，还需谨慎考虑。阿省毕业生项目 AOS， 这个项目其实并不是只有阿省毕业生才能走，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通常就只能来这边读书毕业之后才能走，因为中国人没有打工假期这类签证。当然还有 LMIA 工签担保这种类型也是能走的，只不过不靠违法作假买工作，很少有人能实打实拿到真正的雇主担保。而且这个项目排斥外省毕业生和配偶工签参与，实在是不太友好。然后工作要求倒没有特别的类别限制，但是最要命的是本地工作生要求找到和所学领域相关的工作，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很难，不是曼省那种随便找个餐厅工作、超市工作就可以算的。语言要求也不高，不过还有工作经验要求，毕业生算是放宽了，也要6个月，相对于曼省的也是6个月，但是任意工作都行，明显是更难了，只能放在 C 级。安省本地雇主类外籍工人子项目，这里留学生那个子项目因为要求宽松一些，就被放在了 B- 级别。外籍工人子项目就要求更高，首先是2年的工作经验要求，更要命的是工资需要是中位数级别，这个就真的不一定能达到了，打分的项目也少一些。那些对雇主的要求也是共通的，
可谓是样样不如留学生子项目，只能在 C 级了。BC 省工作类非优先职业，这里也是看硬实力，找到工作后打分。如果没有医护类和早教类这种低分邀请，想够分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工资数额方面的打分不够的话很难弥补，只能归为 C 级，不太推荐了。RNIP 北部农村试点项目，这里也是要去北部那些小地方找工作后得到社区推荐才能申请，一定程度上和海洋省的 AIP 有点类似，但是这类社区都特别小，找工作都不会很容易，所以能在这种地方找到工作，在海洋省、曼省也应该都能找到，就算是没有特别优惠的政策。C 级项目谨慎考虑。D 级这里面的项目就可谓是雷区了，各种要求正常条件下都很难实现，基本上不要考虑。NB 省私立院校项目，这个奇葩的项目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可谓是加拿大留学风险最高的项目，因为就读的是私立院校，教学质量先不谈了，没有毕业工签资格才是最可怕的，只能在毕业后90天内找到工作，并且申请得到省提名，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的项目，千万不要考虑。萨省本地工作类，刚才的项目评级里居然萨省的项目一个都没有，那是因为萨省的项目实在是太糟糕了，地理位置不好，人少，工作不好找，但是项目偏偏要求还很多，相对于其他省的项目没有一点优势，只有劣势。哪怕是本地留学生毕业，也要求找到专业对口工作，所以毫无必要考虑萨省的项目了。我在萨省的那期也有详细分析，在我那期节目之后，萨省更出现了神级操作，对境外的申请人开始分国籍邀请，只邀请特定国籍的符合要求的申请人，这里包括一些欧洲国家，乌克兰、爱尔兰、斯洛伐克这些，还包括印度，但是没有中国国籍的，还是远离萨省为妙。育空项目当然也是毫无必要去的，虽然有个网红鼓吹这个地方移民容易，但是我是丝毫看不出这种区区4万人的地方如何才能找到雇主给你担保拿身份，更别提地处北极圈，气候极其恶劣了，不要考虑。魁北克 PEQ 工作类，典型的既要又要的项目，他的兄弟毕业生类别进行了改革，一举跃升到了 A 级，但是工作类就还是超级麻烦，既要求法语，又要工作，还要求工作经验，特别是工作经验居然要求是2年，加拿大经验类项目 CEC 也只要求1年就可以，2年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没有考虑的必要。魁北克技术移民，俗称魁技，也是要求法语，还有各种打分，普通人想满足条件非常不容易，有那个法语水平，走其他的法语项目也早就移民了，而且处理的时间也更慢，因为无法走EE快速通道，实在是喜欢魁北克，等拿到 PR 再搬家过去得了，没必要走魁北克技术移民项目移民。EE 普通类能评级到 D 级，完全是因为目前的超高分让海外的人基本上绝望，有加拿大经验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分。当然这个项目不满足分数就不选，也没有投入成本，不像其他那些项目要去本地留学工作之类的，沉没成本很大，所以才需要全盘考虑。主观性较大的项目，上面的项目基本上还是主要靠客观条件就可以满足，这里要说的项目就是主观成分很大，也就是没有一个达到一定条件就一定可以实现的标准。这里包括所有的商业类项目、创业类项目、SUV、自雇类项目，也就是有的人说网红也可以移民的项目，当然还有庇护类项目，这些项目就不展开说了，因为全靠签证官或者法官能把握，属于 case by case， 没有太多可复制的空间。以后读案例栏目应该会看到很多这类项目的。总算是做完了这些大总结，时间正值年末期末，那天直播的时候我还笑言这是期末大总结，划重点了。历时半年，翻来覆去讲了好多加拿大移民的知识，把每个省的省提名项目都介绍了，分开讲，串起来讲，各种对比总结，相信会给想移民的朋友带来一些帮助。由于个人能力有限，肯定有不少纰漏和错误，有朋友发现的话还请立马告诉我，我一定订正修改。大家给我的支持鼓励，留言、点赞、转发我都非常感激，也欢迎订阅我的会员，在 YouTube 或者粉丝页面都可以，我们可以在那边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最后还是需要强调，千万不要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按照我说的就可以移民。移民这件事有太多的细节，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看官网查资料，并且加拿大移民信息更新速度相当之快，
比如魁北克那期，我刚做完1周时间，魁北克就更新了官网最新的 PEQ 政策，去掉了工作和工作经验要求，所以不看官网真的不行。我之后的重点也会放在解读最新的政策上，尽量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政策信息。最后给大家看一个神奇的东西，一本加拿大移民指南书籍。我从未想过移民加拿大还需要去买本书看的。